爷爷，傅婉宁黑了脸，你再这样，我以后都不来管城了。还有，爷爷不要老拿周总的爸来说事，那是他爸的事，与他无关。爷爷再提这个，我就和周总说你嫌弃他爸年轻时出过轨，说他周家的基因不好。傅董连忙举白旗投降，好好好，爷爷不说了，周总是周总，他爸是他爸，周总是个好男人，行了吧？人家本来就是好男人，他要不好，爷爷怎么会看中他？他太完美，爷爷从他身上挑不出刺儿来，就挑人家爸爸的刺儿，拿人家20-30年前犯的错来说事。谁的一生没有犯过错？爷爷敢保证你活到现在就没有犯过错吗？以后不要再说周总的爸了，留点口德吧，爷爷都一把年纪了，还那么爱说别人的事。被孙女一顿说，傅董的老脸都红了，他轻拍一下自己的嘴巴，说道：爷爷以后再提一句，爷爷就自打嘴巴。行了，爷爷，咱们快点收拾东西吧，去机场还要一点时间呢。傅婉宁说着回到他的房里收拾东西，爷孙俩过来就是为了签合同，不会待太久，所以带的东西很少。简单收拾好东西后，周阳就买了2个行李箱回来，将他和小姨送给傅婉宁的礼物都装进了2个行李箱里。看着周阳亲力亲为帮他装东西，傅婉宁心想，也怪不得爷爷希望他和周阳擦出火花，这个男人真的很好。周阳装好了东西后还提了一下行李箱，对傅婉宁说道：还好，我小姨送来的礼品量大但不重。他拉着2个行李箱对傅家爷孙说道：傅董、傅总，走吧，我送你们去机场。傅婉宁拉起自己那只小行李箱，又拿过爷爷的小行李箱，说道：麻烦周总了。不麻烦。周阳看了一下他手上的2个小行李箱，你2个行李箱可以放到这2个大行李箱上，那样你轻松一点。不用了，又不重，就2套换洗的衣服。他婉拒了周阳的好意。周阳没有再说什么，送着爷孙俩去机场。到了机场，周阳帮他们把行李箱拉到入口处，才交给傅婉宁，等会儿去托运这2个大的行李箱就行，小的2个行李箱可以登机。傅婉宁忍不住笑了一下，好的，谢谢周总，太麻烦周总了。周阳是真的细心又体贴，看着他那张俊脸，听着他温和的语语，给他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。祝你们一路顺风，到了之后麻烦傅总给我回个信息，让我知道你们平安到达。好的，我们先进去了。周总快回去吧，又耽误你半天的时间。像周阳这么忙的人，花上半天的时间送他们到机场，待客之周到，傅婉宁都自叹不如。再重要的客户，傅婉宁都是安排人送他们去机场的，还没有像周阳这般亲力亲为的。怪不得那么多大集团很乐意和陆氏集团合作。周阳向他们挥手道再见，在他们进去后，他才转身走了。从机场离开后，周阳直接回陆氏集团，刚到公司就接到了小姨的电话。婉宁走了。海彤问他，我送爷孙俩到机场后就回来了。海彤嗯了一声，是应该的。傅董年纪大了，你送他们去机场好很多。我给婉宁准备的礼物，他都带走了吧？那是小姨的心意，傅总自是带走了。他很开心，也夸小姨想得周到，连他妈妈的礼物都备着了。就是东西太多，我另外买了2个行李箱，帮他把东西打包好，一并送到机场托运。海彤笑道，他过来都给我们买了那么多礼物，他要回去了，哪能让他空着手回去？这孩子我很喜欢，你们2家公司合作了，叫他有空就过来玩，下次过来就带他到处逛逛，带他去吃更多好吃的。这孩子压力大，要放松放松。周阳故意说道，小姨怎么不心疼一下我和宝宝呀？我们也压力大呢，也要放松放松点。海彤说道，你们大男人
皮粗肉厚的，怕什么呀？再说了，以你们的能力，其实可以挤到时间放松放松的。你放慢一下脚步，别跑那么快，那样就可以放松放松了。有时候你公司的人都会打电话给我，让我跟你说一说，慢一点。他们跟不上你的效率，就要加班加点，太累了。海童说的是实话，陆氏集团的人累极时，就会打电话给海童，请求海童帮他们说说好话，劝周阳放慢脚步，或者直接休息几天，让大家完成手头上的工作后，能够松口气，缓一缓。每天高强度的工作真的压力很大。周阳说道，我就是想早点把事情处理好，然后又去 H 市那边，去了那边再休息几天，跟贝贝好好聚聚，到时候也叫妞妞过去一起玩几天。暑假那么长，我也就能挤上几天陪一下弟妹们。我怕我一过去，龙婷就将公司都扔给我。说到这里，周阳叹了口气，对小姨说道，小姨，可能我生来就是劳碌命，闲下来。还好凤氏集团不是我的责任，否则我更忙。龙腾集团有我的股份，那是我自己的事业，不能放弃。海童理解地道，公司稳定了，你们请几个职业经理人，那样能轻松一点。最重要的公司，你就自己打理。像周阳自己成立的公司，公司步入正轨后，他可以交给职业经理人打理，过几年再说吧，现在我还年轻，精力好，再拼几年就不拼了。咱们又不差钱，就是不差钱，不必那么拼命。现在最重要的是你早点找个好女孩，谈谈恋爱，结婚生个娃。小姨退休了，给你带娃。周阳笑，到时候宝宝也成家立室，有娃了，小姨带自己的孙儿女都来不及呢，哪还有时间帮我带娃？他也不用小姨帮他带，只要有了娃后，他在忙，也会陪着孩子成长，不会错过孩子成长的每一个阶段。像姨丈和小姨这样，他们工作难道不忙吗？但他们从来没有缺席过孩子们的成长，就是孩子幼儿园开家长会，他们都会去参加。带一个是带，带两个也是带，怎么就没时间了？你们生多少个，小姨都帮你们带，就怕你们嫌弃小姨跟你们有代沟，带不好你们的娃。周阳说道，怎么会？小姨和姨丈都很会教育孩子，你看宝宝和贝贝被你们教得多好呀。宝宝是受他太奶奶影响最大，不仅仅是我的功劳。老太太生前虽说当了太奶奶，不过她老人家带着长大的也就前面那几个，受她老人家影响最大的是宝宝和老三家的那对孪生子。太奶奶是个很厉害的人，她以前不投身于教育事业太可惜了，要是太奶奶还在多好呀，我生了娃都送去给太奶奶帮我带。海童说道，是呀，她老人家还在就好了，但那不现实，长命100岁的人有，但很少。老太太已经很完满了，高寿幼及儿疼，生前儿孙满堂，儿孙皆孝顺，她才是真正的人生赢家。海童都不敢享有老太太那么长的寿命，他总是和战印说，能活到儿女都成家立室。他既当了奶奶，又当了外婆，死就死得过了。被战印骂他了，他宠他，舍不得大声说他一句，更不要说骂他。但他说那样的话时，战印是真会骂他。战印说他比他大，要死也是他先死，还说他家的人都长寿，就是他爷爷比奶奶先死，也是活到70几岁才走的。海童说他的基因又不是战家的基因，战家人长寿，他未必长寿。战印说他嫁入战家，在战家生活了几十年，就是战家的人。虽说他的基因不是来于战家，但战家的风水格局能影响他的运势，他自然而然就会长寿。战印说夫妻俩最少也要活到80几岁，当然能像奶奶那样活1个世纪就更好了。
80几岁也属于长命了。现在的人压力大，很多人到中年都觉得自己撑不下去。他老人家要是还在，肯定不会让你们一个个30好几了还单着。周阳好笑的道：小姨，也就是我过了30岁，他们都还不足30的，宝宝才20几呢。我像宝宝这个年纪都当妈了，他还是个单身狗一个。你最甚，30好几了还不恋爱，你喜欢什么类型的？跟小姨说，小姨按你的要求去帮你找。只要我和你妈通了电话，你妈都叫我给你安排相亲，着急你的婚事。洋洋，工作很重要，赚钱也很重要，但是钱赚不完的，偶尔我们也可以放松放松，偷偷懒，有时间去恋爱。这一生不仅仅是工作的，你啊，简直就是个工作狂，行程总是排得满满的，什么时候才能成家？你一天不成家，我们一天都不能安心，总得操心一下。不过你再急，也不能听你爸那边的安排。听说你姑姑老想给你介绍女朋友。周红英真的是狗改不了吃屎，死性。还好姐姐跟周红林离婚了，否则有周红英这样的亲戚，着实让人头痛。她不要脸，脸皮厚得像城墙，想要的东西千方百计，厚着脸皮也会要到。周阳说道：小姨，我也说不准，反正我认识的年轻女性，暂时还没有让我心动的。我大姑是说要给我介绍女朋友，还让我爷爷奶奶来跟我说，叫我有空了就回去。他安排我相亲，我不听他手，也跟我爷爷奶奶说了，我的婚姻我做主，不用大姑操心。周阳小时候都不让姑姑拿捏，现在他30出头了，又是2家大集团的高层管理，社会阅历比小时候不知道翻了多少倍，又怎么可能会被周红英拿捏？周红英热衷给他安排相亲，无非是想利用婚姻来拿捏他。要是他真如了大姑所愿，他以后就会成为大姑一家人的提款机。你是个明事理、懂分寸的人，小姨不怕你会被你姑姑拿捏。洋洋，你觉得傅婉宁怎么样？姨甥俩聊了那么多，海童总算切入了主题。他看中了傅婉宁，当然是为外甥看中的。洋洋30出头了吗？该考虑婚事了。他自己的儿子才20几岁，不着急，急也急不来。他稍微提2嘴，宝宝就转身走人，都不想听他说。多说2句，他就说大表哥比他大几岁都还单着呢。他急什么？有人比他老的。周阳愣了一下后，随即问道：小姨看中了傅婉宁？替我看中的。海童笑道：我是觉得她很不错，正好你们又合作了，你们年纪相仿，又都单着，就想着你们俩能不能试一试。当然这只是小姨初始的想法，毕竟刚认识她，对她还不算很了解，你可以多了解一下她。小姨的直觉是这个姑娘不错，就是远了点儿，而且她是独生女，遗妇女，孤独压力大，她可能不会远嫁。招婿上门的话，她估计也不乐意。以海童和傅婉宁的交集来看，他认为傅婉宁是不乐意招婿上门的，应该说愿意上门的男人傅婉宁看不上。周阳有点失笑，说道：小姨，你跟我妈一样，只要我和年轻未婚的女性接触过，就忍不住把她们当成我未来媳妇看待，试探我对她们的感觉。我真没有感觉傅总是优秀，我和他不算熟悉啊，合作的事，与我交接的主要是傅董，他和傅董交集时都没有见到傅婉宁，是现在谈妥了，要签合同了，傅董才带着傅婉宁过来。周阳和傅婉宁的交集并不比海童多，他又不热衷于女色对待感情，更喜欢细水长流的，一见钟情可能不会发生在他身上。现在问他对傅婉宁感觉怎么样，那他就是没有感觉。你要是早早就恋爱了，我和你妈也不用这般操心了。周阳说道：
我要是早早恋爱，你们又得说我早恋了；迟迟不恋爱，又说我不积极，担心我会单身一辈子。小姨，我们小辈也挺难的，海童校又不叫你初高中就恋爱，上大学后你都成年了，其实可以尝试一下恋爱的。从你上初中开始，不少女生喜欢你，暗恋你，什么条件的都有，你愣是没有带一个回来见家长，真羡慕别人大学毕业后带回老婆，甚至还有孙子。